吃个鸡腿吧。怎么是你？我说我是来送宵夜的，你信吗？明里是大夫，暗里是淫贼。你误会了，你这是要打这个淫贼！下手这么重，有没有点爱心？大屁股！再这样，我真动手了啊！别打了，我不是淫贼，不信你们玩儿。好身手！我去，暴力广啊！你在这稍等我一下。是。他先动的手，我给你带的。很疼吧？我都没使劲儿。你们俩不会真是约好的吧？郡主和大夫不为世俗妄言，踏破身世之别，这跟话本里小说里写的一样啊！姑娘，你平时看的都什么画本啊？哎，你身手不错，哎，特别是你刚刚在这儿使的那一掌，这一掌特别巧妙。一掌啊！这一掌，这一掌，哎，承让，姑娘掌法才是精妙的。哎，我使的这个叫大劈关。大劈关，大劈关。我输给你，是我学艺不精，跟我家传的武艺可没有关系。那是，刚才你不踩到那儿，我赢不了。对呀。我回想过了，你刚才是故意把我引到此处的。输便是输，不必宽慰我。哎，你刚还有一招，这一招叫什么？就这个。这招啊，这招没什么名字，小手段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你还有一招，对，婉儿，你没看见他刚刚有一招特别厉害，你能不能再给？对不住，我又犯了无耻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出去，我不让人靠近。聊。我终于找着你了。找我何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见你。真的？真的。自从咱们上次在清庙见过之后，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做梦，因为每天梦里都能见到你。每次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害怕，我怕咱们就只有一面的缘分，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。现在好了，我找到你了，找到你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话说得很好听，这是常年风流养成的手段。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。
你说你是郭宝坤的书童，我让灵儿已经去问过了，郭宝坤身旁早已不设书童。原来如此，你找郭宝坤是为了打断我的消息。半夜私闯女子闺房，是何等的无礼放肆！白天你打别动招呼了，你不许动！你要是真不想见我的话，刚才那姑娘在的时候你就拔剑了。这里是皇家别院，若真让人抓了，怕是要定个死罪。所以你对我还是……我与你相识一场，并不希望你有性命之忧。可是，我也不想听到你这般言语。你真以为我是那种轻薄之人吗？你走吧。你听我说，是要多开窗通风，你干什么？但是夜里风这么凉，还是关了吧。我让你走，你听不懂吗？你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。走。我让你走。你别激动，我这就走。我愿意走，不是因为我自认风流，我是怕你伤着自己。但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发自肺腑，绝无半点轻薄之意。等等，你究竟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范闲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，竟如此羞辱我？我真的是范闲。你明知道我与他有婚约，故意说他的名字来戏弄我。这个没有关系，我是叫范闲，范闲就是我叫了好多年范闲了，我真的是范闲。他那粗鄙不堪之人，我早已见过，还是诗会上你指与我看的。诗会那天事出有因，回头我跟你慢慢解释。范闲怎么就粗鄙了？当街行凶，口出狂言，出言不逊，早就传遍了。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得当面看，你不能听传闻啊。那在马车中与歌姬同行呢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那说明你就不是范闲，听错了传闻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马车上是范思哲，我没在车上，你误会了。巧言善辩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自重的话，我对我自己真下得去手。叔叔白天与我同行，我若不是范闲的话，叔叔怎么会带一个陌生男子来见未来嫂嫂呢？你久居京都，当知若为人，他不会这么无礼的。怎么说你才信我呀？你把那首七言写给我看。
叶小姐为何站在此处？我赏夜色。我刚刚明明听见楼上有动静。我刚刚在楼上练武，闹出了点声响。郡主病体虚弱，叶小姐怎会在她面前练武？我去看看郡主。哎，婉儿已经睡下了。即便是睡了，我也有责问安。叶小姐因何拦我？哎，不能进！果然是你。这诗知道的人不少，为何因此断定是我？知道这首诗的人是不少，但字写的这么丑的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。李洪成给我的。相信我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没必要进去看。叶小姐，婉请让开。儿真的睡熟了。让开。哎，真不用看了。哎，我都说了，他真睡了。吃吧，叶小姐，早些歇息吧。还不困，吃完就睡。一时无奈，应急之举。我懂，我懂。书上都是这么写的。我还是到外面等着。灵儿，灵儿都走了，你还不起来吗？累了，多躺会儿。那怎么行？这怎么不行？我怎么见人呢？我们有婚约在身，又未曾成婚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不起来，我走了。我起来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睡了我就走。你快走啊！被人瞧见了不好。我运气真是太好了。什么运气啊？我喜欢一个姑娘，结果发现这姑娘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要不是上天眷顾我，我怎么会这么幸运？听说醉仙居的司礼李姑娘对你情深意重，我跟她一清二白，绝无半点牵连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之前闹出那么多的事儿，都是为了悔婚。为何要悔婚？因为我喜欢一个偷吃鸡腿的小丫鬟啊。就算是你悔婚，司南伯也不会答应你娶个小丫鬟吧？爹管不着我。那还有陛下的圣旨。那我就带着这个小丫鬟逃跑。如果陛下亲自率兵来抓我的话，我就带着她逃出晋国，去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，然后一路偷好多的鸡。
烧鸡腿给他吃。陛下哪会亲征抓你这个逃婚的呀？那可说不定啊。你真这么打算的？真的。所以我一直在找你啊。只是我身患肺痨，并不是那个可以跟你一起去远方的小丫鬟。等你把身子养好，我就带你出去闲逛。我这病年复一年，太医都无法治愈。那是他们从根儿上就错了。我白天让你多吃肉食，不是我胡说的。只要用心养，肺痨也会痊愈。你信我，我一定把你治好。我信你。那多谢范大夫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范大夫啊？不应该叫这个吧？那应该叫什么？成亲以后才好改称呼的。哎，我只是让你叫我一声范兄，这也要等到成亲之后吗？我以后常常来看你好不好？不行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一句不行，往往就错过了一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啊，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好了，我最厉害的就是讲故事。那你讲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。从前有一个少年，每日去学堂读书。同村有一位少女，每日与他同行，陪他一起去学堂。女子是不能进学堂的。这个从前的时候规矩没有那么严格。好吧，你说。日复一日，每天如此。少年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停下来问这个少女。他说：“为什么跟着我？”因为喜欢看你，所以才跟着你的。我不会打扰你的，不行吗？那少年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不行。”说完之后转身就走，只剩下少女一个人站在那儿。你猜后来怎么样了？我猜，那少女应该搬离村子了。为什么要搬离啊？世俗就是如此，逼得她不得不离开。我虽赞叹她勇敢，更唏嘘她可怜。此话怎讲？平常人家若是男女有意，首先是要有媒人说亲，再有三书六礼，换书帖，过文定。女子如此行事，虽是情深意重，毕竟于世俗礼教所不容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从前。从前的时候，礼教没有那么严格，男女之间若是有意的话，可以当面表达。那是什么朝代啊？哪个村镇的习俗？对女子竟然如此宽容，我怎么就不知道？这是个故事，故事的事儿不能那么较真儿啊。好吧。后来，少年学成，漂泊在外，但心中始终记得当年的少女。当他年过古稀，重归故里的时候，他想再见那个少女一面。少女此时也已年过花甲，她托人传话，她说：“知道你想见，但是不行。”男子便托人告诉她：“
明日一早，在当年去学堂的路上，他会拿着一支粉色樱花等候。你猜，他等到没有？不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老人拿了100支樱花，守在当年学堂的路上，每遇到一个路过的老太太，就送她一支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这些人里面，总有一个，就是当年与他同行的少女。有的时候，就这么一句不行，错过的就是整整一生。所以说这2个字，绝对不能轻易说出口。感动了？那男子可曾婚配？也曾成亲，只是忘不掉当年的人。既然忘不了，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女子成婚？为什么不当时就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？这个，他已然结婚了，过完了这一生，到了这个岁数，再回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只不过是人生不想留下遗憾罢了。可是他有没有想过那个少女的处境？万一人家也结婚了呢？那他的家人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呢？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吧，他规矩和礼数没有这么多，他家人也没有多。你在儋州的时候也进过学堂？这故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在儋州没上过学堂，也不认识什么姑娘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？我就是想跟你一起批判这个男的，批判他。这故事跟我真的没关系，要不你再给我个机会，我再想个别的故事给你听。我还知道好多故事呢，啊，不，皇子公主，我跟你讲，和尚和猴的故事，美女与野兽。我记得《红楼》是你写的。其实是一个曹先生写的，我只是转述。你把《红楼》未完的，好好说给我听就行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天天来找你呗？我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幸好是你。我说，幸好我婚约里遇到的是你。以后不只是红楼，我还有好多好听的故事说给你。现在就听大夫的话，好好睡吧。幸好也是你。还要聊多久啊？
小心着凉了。心里暖。你着凉啦？还说他走了你也不跟我说。我睡着了。晚秋，小姐，灵儿着凉了，去取几副药来。是。我问题不大，陪你吃完早餐，我便去范府。去做什么？挑战范闲啊！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我自然要去揍揍他，自毁婚约。他就是范闲。谁？他呀，他就是他。他为什么要假装名医啊？这个说来曲折，他不知道我是我本人，他不知道你是你本人。哦，果然曲折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范闲不是跟司礼礼纠缠不清的吗？他说那并非事实。这你也信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找司礼礼，替你查清楚范闲跟他到底什么关系。喂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怎么又回？郡主，殿下想见你。殿下，灵儿小姐，我们小姐刚刚吩咐给您熬的风寒灵，喝了再走吧。这些药包也拿去，回家再喝2天，风寒就彻底好了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母亲大人，快来坐着说话。是。我来吧。听说又见了郎中，病可有起色？那人医治的手法是有些特别，总得试试才知道。有了新法子总是好的。我叫你来，是有另一件喜事与你说。喜事？你和那个范闲的婚约，应该很快就能解除。不是圣旨吗？毕竟还没有明旨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再就是二皇子那边，不知怎么也听说了此事，正在设法为你退婚，加上你自己的意愿，十有8、9能成。其实也不用这么急。上次不是你自己说这婚定要退吗？那终究是有些误会。误会？若是误会，何时解开的？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。你现在相信我了？我喜欢一个姑娘，结果发现这姑娘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要不是上天眷顾我，我怎么会这么幸运？你见过范闲了？他是怎么见着你的？母亲大人，您想多了。对他有好感？哪有此事？
没有最好。那这婚还退吗？先这样吧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想必是心里有了他。我这个当母亲的，也不好做个恶人。我心里怎会有他？你也不能劳累。退婚的事，容后再说。叫人送郡主回去。是。心里有了他，这么快？吃点儿。不吃，别一天到晚板着个脸，笑一个。哼，不卖笑。嘿，你笑了我还不给钱呢。范兄，哟，老李，吃了吗？老李，这称呼听着不生分。啊，你找我有事儿？替二皇子来约你，何时？明日如何？何处？何处？那自然是司礼李姑娘的醉仙居嘛。死了。阁下以性命相逼，即便我百般不愿，又有何用？那怪物桀骜难驯，唯有这令牌能命他行事。给你便是。干嘛呢？快灭了，加把劲！放下！你懂个屁！这是我给婉儿专门做的药水，慢火熬制了8个时辰，清肺止咳，差点被你给毁了。你又要去找他？有婚约不碍事儿，毕竟没成亲，未免有些不妥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
我不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，而是以医者的身份。婉儿费劳多年，用药需要谨慎，常常观察，也是为了治病救人。此真是光风霁月，心怀坦荡。坦荡，坦荡，你穿夜行服，坦荡，你专挑晚上去吗？我觉得你话比以前多了。我是近朱者赤，你是想说下句吧？有些事儿，我还是觉得奇怪。深夜爬墙自然奇怪。我是说刚才那句话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有何不妥？点出何处？古远流传，不知出处。此话出自西晋驸马都尉傅玄之口。西晋什么朝代？有些我记忆中出现的词句，也在这世界流传。有时候我真不知是我记忆出了问题，还是这世界虚假。我跟你说这个干嘛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撒香囊，香囊是挂腰上的，我这是新用法。香囊里边香料是能做菜的。我知道，寻常香囊嘛，白芷、川芎、山奈，这你考不倒我。所以你现在闻起来像一只五香鸭。你懂个屁！我这可不是寻常香囊，我这是专门为了婉儿特制的，一共萃取了80多种花叶的萃取物，前调清新，中调醇厚，后调悠长。婉儿肯定喜欢。土鳖！这些财物都各自分了，守住嘴，连夜离京。为什么呢？我被卷进大麻烦里，若不走，只怕要陷进去了。姑娘您呢？明日二皇子要在此宴请范闲，我得多留一日。我都借故把人遣到前院了，走廊上也没有人，不需要爬窗户。我习惯了。你咳嗽好点没？好多了。你吃五香鸭了？五香鸭都是我那护卫吃的。我今儿再给你讲个故事。说故事不用晚上来，你白天你家管那么严，我也进不来啊。你可以写纸上让人送过来。我今天把窗给你留着，将人遣开，是有话要与你说。你说。得知你是范闲，我心里除了意外，还是很欢喜的。这话本不应该跟你说，可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所说的正是我所想。我也一样，我见到你，我心中也欢喜。但是，喜欢一个人，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。你每晚爬窗进来，这是调戏吗？我们未来有那么长的日子，有什么故事要讲？等到成亲以后不好吗？其实我特地晚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讲故事。药。
又破了。还是爬树爬的。我去给你热饭啊。我今天又去看那个住在巷子里的好朋友了，还给他送了吃的呢。世上哪有人住在巷子里啊？真的有，我亲眼看见了。就你给他做这木马，一回来就玩，也不肯下来。他喜欢就好。快跑！都什么时辰了？赶紧下来吧，洗脚睡觉了。再不下来啊，把木马给你扔了！不能扔，娘，这是我爹给我做的。子晴，你再叫一声，再叫一声，再叫一声。没事，未来日子还长，我等得起。我亲手调的，止咳顺气的方子。你知道我是跟老师学读的，用药比较大胆，这里面有几味药普通方子上不太常见，若不是偷偷送进来，恐怕递不到你面前。哎，怎么是你先喝？我帮你试药啊，证明这药没问题。不用试，我信你。不苦吧？我特地熬的冰糖，加的桂花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喝过最甜的药。你喜欢就好。这个药费了很久吧？药材好找，就是熬的时候得一直盯着，几个时辰不能走神儿。为什么不让丫鬟盯着？给你的，别让我不放心。那谢谢范大夫了。怎么了？哦，就是有点困。困？突然困吗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有一味药不太合你体质，就跟醉酒似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回头我把这药给你换了。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我好热，好热。婉儿，我要吹最后，皇帝放弃了他的皇位，也再没有回过他的故乡，因为他只想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走遍天涯。婉儿，你在听吗？走遍天涯。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我其实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我本来都快要死了，但是我一觉醒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这儿。这个世界跟我记忆中的世界有很多不同，可是又有很多地方息息相关。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，说了也没用，有谁会信呢？你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的，但我心里特别孤独。
总是会想，我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多余的？我一个人走在这世界上，孤零零的，也没有什么话想跟别人说，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。我四周连一个能真正了解我的人都没有。直到我遇见你，遇见你之后，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待着，起码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的。我也不再去想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，我到底是谁。你谁啊？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约的是青楼祭船，你不方便。二皇子应该是想拉拢你。知道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皇子征地这种事儿，一不小心就祸乱全家，敬而远之吧。若若，如果我决定回儋州呢？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容我好好想想。行了，早点回吧。哥，你路上小心。上次堂审之后，太子始终隐忍不动，终究让人担心。这儿是京都，难道他当街砍我不成？回吧，醉仙居，去。
平时可不怎么见你笑啊，今儿心情不错。昨晚上，儿子叫我。他们对你一定很重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若没有让你甘愿去赴死的人，活着何其无趣啊！我明白，有了这样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才算扎下了根儿。刚刚听你说想回儋州了，要等我娶了婉儿之后。哎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搬回去？咱们两家还能做个邻居。不留京都了。来这儿之前，我想找到杀我的人，想找到我娘的过去，还想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秘密。现在呢？我发现我终究还是个懒散的人，只想好好活着。只要银子和地呢不打折扣，我去哪儿都一样。那你这个护卫可得尽职。恕难从命，我这条命是为我家人而活。至于你，遇到危险的话自己扛着了，我转身就逃了。这，算你直白。范闲应该就快到了。不着急，是我来早了。这地方有点面熟啊，你打郭宝坤的地儿。那这条街颇有纪念意义。牛栏街。哎，说到这儿，你还欠我头牛啊？到了儋州买给你。幸亏去了儋州，幸亏遇到了你，要不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妻儿。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心中的怨恨给抹平。范闲，谢谢你。哎，你再说谢，我图给你看啊。呀！呀！程巨树。何事如此惊慌？程巨树在牛栏街现身，正与人交锋。北齐程巨树，那可是8品的高手啊！何人能与他交锋？
鸡和牛还没给我，我干嘛要死？刀顺涂药了，涂了，那就好。你先涂。你不是涂了药吗？这是程巨树，8品高手，一身横练，未必能放倒。一起走。走啊！个屁！这倒不死，这家伙运气不错，我真气一旦爆发，打他不在话下。我死之后，替我照顾好说说，告诉婉儿，肺痨不是绝症，找个比我更好的。那些废话，留着自己说去吧。大人醒醒！大人先莫动，验过伤之后再动。监察院的同僚们马上就要到了。叫醒他。
了。大人，大人。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到的时候，人已经断气了。你不是说你的命只为家人活着吗？不是说一有危险你就先走吗？说话为何不算？没死，大人，大人，让开！大人，他活着，才能查到幕后真凶，才能为滕子京报仇啊！谁来审他？监察院。帮我把滕子京送回范府。是大人。明天我去监察院问结果。大人，我送您回府。不用。不管是谁想杀我，我给他机会再杀我一次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听说了。都过去了。找个人帮我转告二皇子，路遇意外，今日怕是要失约了。若若，咱们不回儋州了。